所以说，如果你要问我说这台8000块不到的空拍机推荐吗？我会觉得。好，今天要来开的这东西呢，蛮令人期待的，因为是我这个频道没有开箱过的种类，又是一个新的类别来了，就是这一个大箱子啊。哒啦，已经看到它的产品的型号是 HS550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的就是这一个，哇！空拍机 des， 哇，爽了吧！终于开到空拍机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开这个牌子叫做 Holy Storm， 它是 Amazon 热销的品牌，以很不错的品质搭配很高的 CP 值，用入门空拍机拿下了 Amazon 的销量的前几名。那在日本啊、欧洲、德国、韩国都有忠实的用户。那这部影片我不会抽这一台，但是我也会抽一台空拍机，所以说你要好好把影片看完，这样才有机会获得那一台空拍机。厉害了吧？我们越抽越大，现在抽空拍机来着，然后是有2K 的画质，然后走的是5G 的图传，所以说比较稳固。好，那这个今天要开的这个型号叫做 HS550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吧。好，打开咯。哇，完全看不到，完全就是一个盒子中的盒子。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些配件吧，先放旁边。哇，看到了吗？这也就是空拍机的本体。我把这一整箱都拿出来好，这样比较好开啊。哇，好有趣哦！拿到了，这就是摇杆的部分。这一盒蛮重，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这个是哇，一整只像拎着烤鸡般一样把它拿出来。很明显的物品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。先来看一下其他的，像这长长里面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哦。这里面放的是额外的4组螺旋桨，它还附上了这个螺丝起子。那这一包是什么？这一包就是说明书的部分啊。那我猜这应该是电池。哇，这电池太酷了吧！它这电池是做的是像这样子的，它是双座充的，所以它一次可以充2颗电池。哇，这个设计很像那个弹夹的更换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一条额外的充电线了吧？哦，不错哎，它这个充电线走的是 Type C 的规格，所以给过。给过，2020年没有用 Type C 的，真的都不太行。接着是这个遥控器的部分，哇，有趣了吧？竟然在我的频道开箱空拍机，真是蛮好玩的。然后它这遥控器的话，它就可以看到说，它这边有一个左右的摇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额外的按键，包含你这个照相啊、定位啊，然后这应该是有点像开关吧，然后这个是锁定。然后上面这边的话是有分，还有这2个滚轮的地方。然后它这个上面这个是可以放天线和手机支架的地方，它手机支架应该是从这边这样哇拉出来，它就是这样拉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架着这样。我靠，真小，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啊。然后下面应该就是它握把的部分，直接拉开就可以，所以说它整个的完全体会像这样。然后这边可以夹一只手机在这，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它整个摇杆的样子，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内建的 LED 显示它飞行的参数，就是遥控器。好，接着就是这个无人机的部分了，这台 HS550无人机，哇，这台重量呢，官方数据是写640，那我们来量一下，我这边是量到630啊。然后它整个展开的时候，哇，这方便展开吗？这要怎么展开啊？哦，这里打开。对，当它整只展开的时候，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5公分乘以45公分再乘以7.5公分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镜头的部分，哇，镜头就在这，这有个膜现在撕好了。然后这镜头所支援的解析度是来到2K， 镜头广角是110度广角。那它这个镜头的 FPS 稍微低一点，在20 FPS， 因为可能比较像新手的关系吧。然后它这个镜头很有趣的是，它这个是有做这种像是单轴云台的设计，所以说它可以减少画面的抖动，保持画面稳定性。然后可以看到说，它这下面这里哇，有一种在肢解一只鸡的感觉。现在把它身体翻过来，它这个是有做这个凹槽，是它可以转到90度以下，所以说它飞行的时候是可以照地面，让你有那种电影的那种空拍机的那种画面感。哇，上面有层膜最喜欢撕膜了，再撕一波，来咯。好爽啊！哇，看起来很不错。然后这台的最远控制距离是来到1.6公里，然后它可以持续飞行22分钟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来测试看看它飞行的感觉是如何。好，那我要起飞咯。我要起，我直接把那个尬爆了。
然后接着我来讲一下我飞这台空拍机第一次飞行的经验。首先，我觉得第一次飞真的是蛮有趣的啊，不过必须说它这一款啊比较偏向一个入门款、入门的预算款，所以说它在刚起飞的时候，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在遇到风比较大的状况下，它的飞机会不是这么的稳定。那你也可以看到说，这画面看起来是蛮飘动的。那从起飞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飞机在有风一吹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个抖动在。那到空中定点之后，只要稍微有风，它其实也是会有抖动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，它这颗镜头只有20 fps。那虽然说它有做一个这个类似云台的机制在，不过其实20 fps 的画面来讲的话，它就是真的是比较难使用啦。即使说它这颗是号称说有2K， 就是超过 1080p 的拍摄画质，但是我觉得它的画面抖动，它的那个不流畅的程度，就是你在转向的时候，你画面在往左往右转的时候，飞机往左，或者是它这个镜头往下90度或往上水平的时候，你都会感觉到它那画面的就是有点卡卡的感觉，因为它是20 fps， 就是其实真的是稍微有点硬伤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它这个镜头是可以90度的转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转到最高的时候，它很尴尬，因为它还蛮广的，但是它就会照到它的飞机的螺旋桨，就是螺旋桨在转动的画面会进去这个你拍摄的画面的水平的时候，你就会完全看到。然后此外是它在飞行的时候，它是没有什么撞击预警或者是自动闪避的功能，所以说我是没有撞到电线杆或者是电线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在飞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会觉得有些功能我不太敢测试。然后接着它突出来的距离我觉得还行，就是在视线范围内的话，稳定的程度都还 OK。反正现在一个人最多也只能飞最高120米，最远300米嘛，所以说要不然你就到第2个观察手去帮你看飞机。那这支空拍机来讲的话，其实我飞的距离都蛮短的，因为我真的是蛮害怕它被风吹走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这部分是还 OK 啦。那其实它有附很多功能，像是它是有智能返航和轨迹飞行。因为我在测试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怕它就是掉落那田中，我就再也捡不回来。那这部分的话，我就真的没办法测。不过我测它的兴趣点环绕和智慧追踪的部分。首先兴趣点环绕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还 OK， 还不错。它真的会绕一圈，那就可以带你到360度的景色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但是它设定那个点的位置，可能就是你要稍微想办法去设定一下。那接着是智慧追踪的话，我在测的时候，其实它好像不太会追踪的很好，就是它好像只能前后的追踪。那我说真的，我没有感觉到它非常的在跟着画面的那种感觉，它顶多就是往你那方向飞吧，我觉得。好了，那总结一下这台空拍机这个 Holy Stone。首先，我真的觉得第一次飞空拍机蛮有趣的啦，因为就是我之前也没有飞过，然后看了很多 YouTuber， 从2-3年前空拍机的法规还不这么严谨的时候，就在飞到现在管的比较有秩序的状况下，我才开始接触到空拍机，我是觉得蛮有趣的。这毕竟是我们频道第一个空拍机的拍摄。那我觉得这台空拍机的概念就是，它是买无人机送空拍的画面，就是你主要是去买这个飞行的体验，那这个画面是附赠给你，这样的感觉会比较好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问我说这台8000块不到的空拍机推荐吗？我会觉得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你想要的是什么，因为它的画面来讲，真的是如果你要拿来用像是影片要做 B-roll 的话是比较困难。但是空拍机真的还是蛮好玩。好啦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它就是一款入门空拍机啊，毕竟它的售价也才8000块到。那遇到风力比较大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比较不稳，然后镜头只有20 fps， 这是我觉得你在买之前需要知道的事情。好，然后最后我的影片也有他们的练习的空拍机是 HS210啊，室内那种练习空拍机，我觉得这个在室内玩还不错啊，因为像这种大一点的机型的，你是需要去政府机关去注册，那其实注册方法也就蛮简单的啦，不过就是还是要注册嘛。那这种小的就完全不用，你也可以在家里飞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这款我们会办抽奖，那抽奖方法就跟之前老样子，大家好好把影片看完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就我们的频道的第一台空拍机开箱啦。虽然说它的画面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，然后飞行品质比较没有这么稳定，不过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啦。那我们也开始在抽空拍机啦，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抽到更好的空拍机。好啊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帮我点一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